给了我怕光的眼，同赤裸。是凉的，是暖的，我只能仅凭直觉揣测。爱情是如雨，造化我。情丝缠执着。我不为这世间众生如何待我，冲破挣脱，何以变成些善恶？自有片刻碎落，以爱问上日何？我的存在不会因荆棘而予以残破。那小姐先好好歇歇，春桃旧宿在隔壁，小姐有事唤我就好。爹爹，我在这边已经安顿下来了，你们可以放心了。魔神我也已经找到了，只是现在还不能杀了他，来改变魔神临世的宿命。不过好在他现在还只是个柔弱的凡人，把他在冰天雪地里跪着，先让他吃点苦头好了。只敢问春风如何，昨夜梦回中，推窗间笑。季风呢？经历一定非常难熬。外面风声这么大，他不会有事吧？爹爹，朝游伯伯，大师兄，我这么做没错吧？桃花都吹落，春秋都吹落，最动情是梦中那一刻。长生长漂泊，负心负做客，年头年尾各自活。遍地又如何？春光又如何？他还真一直跪着呀。左手寻常歌。我什么时候睡着的？小姐，你醒了。昨夜那大风吹得跟狼嚎一样，您睡得可还安稳？哎呦，他怎么还在这儿呢？你看到了吗？这都第3日了吧？你可真够硬的！哎呀，得罪了二小姐，没点好果子吃。肯定是装的，这里每个人都那么讨厌他。他要是不装的可怜一点，日子会更不好过。谢谢，
谢谢叶小姐，叶小姐真是活菩萨。这么多年来，每逢初一十五都亲自来猪棚施粥，雷打不动啊。赶明儿我也去庙里求一求，保佑他和六殿下早点成亲，生他3、5个小王孙。不用谢，小姐，六殿下昨夜派中太送信来，说他今日休沐，会来粥棚帮忙。这算时辰也该到了，你把勺子给我，快去打扮打扮。不用了。对了，拿好了。中太跟我说，昨日他们去练兵，在城郊遇到了2小姐，那个仆妇还不肯放过六殿下，不可口出恶言。不用谢，二妹已经嫁人了，此番胡闹，怕是以后在京中的名声更加不堪。你听来的这些闲话，也不要去祖母和爹爹他们面前说。小姐，你还替他担忧什么呀？你前些日子被他推得坠了湖，还染了风寒，老爷他们不也没罚他吗？以后不许再提此事。打好了，谢谢您，叶小姐。不用谢，把这边都清扫一下。六殿下到。我该回去了。冰城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见一面，这就要走了。已是日渐黄昏了，再不回去，怕是要被家中长辈责怪，失了体统了。我这些日子在城外练兵，圣国的军营有一大半的规矩都是叶大将军定的。等回了城，想和你多说几句话，没想到啊，还有你们叶家的规矩等着。殿下说笑了，叶家规矩大，冰常自有习惯了。叶家规矩再大，也没有2小姐大，就连景国的质子都要被他发去贵宾了。谭台烬去贵宾了。嗯。谭台烬虽是质子，却也是景国的王子，叶惜雾怎可如此折辱？罢了，与那刁蛮之人全无道理可讲。你坠湖之后，身体还未大好，今日早些回去休息吧。也罢，那我就先回去休息了。你那个恶毒的夫人，已经罚你跪在这里4日了。这样下去，你真的会死的。他是真心要置你于死地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二小姐，二小姐。二妹妹，我知道方才在湖边，你不是故意的。我就是故意的。大姐，今日六殿下来看你，你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没想到现在却变成了落汤鸡，感觉如何呀？二妹妹，我平日和你无冤无仇，何必苦苦相逼呢？这话你和六殿下去说吧。我真不知道你学了什么狐媚之术，把六殿下迷得团团转，看都不看我一眼。还有那个毫无夫德的谭台烬，竟也被你勾引。既然他那么爱出风头，我就让他出个够。冻死了，也不过就是过去跟祖母说一声。叶冰常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你再怎么折腾，过不了几日，谭台烬一定会死。只要你们都不出现在他面前，六殿下就只能喜欢我了。真是个狠毒的恶妇！有人过来了。这府里怎么总是乌鸦飞来飞去的？真是晦气。好像姑爷来了以后就一直这样。太阳又落山了，这天寒地冻的，再跪下去，他可能真的活不过今晚了。他是死不足惜，可是如若血骨复苏，麻烦就大了。姑爷，对不起啊，六小姐。
在这里赏月，弄湿了您的衣裳。走。天这么冷，澹台镜全无修为，衣服又湿透，他顶不住的。二小姐，天寒地冻，请回吧。不用劳烦你亲自来监看我受刑。谁说我是来监看你了？我只是……这是什么？我只是来看看你死了没有，免得还要我替你收尸。我便是死了，又何劳二小姐亲自来为我收尸？这世上想要看到我横死的人，多如过江之鲫，说不定到时候会成群结队的来向你登门道贺呢。你以为你这么说，我就会可怜你了？可怜我？不行，小魔神已经动蔫了。再这样真的会死。算了，以后有你报应的。这斗篷难看死了，我不要了，送你了。二小姐的衣裳，我不敢领受。若是二小姐不喜欢了，明日叫春桃拿去扔了便是。你。二小姐还有何事？看吧，李苏苏，这小魔神根本没血没肉，你明明可怜他，他却还阴阳怪气。但凡这魔头还有一口气，就不能给他一丁点善心。有这好心，不如多去喂喂狗，感化感化山匪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小魔神死不足惜，可三界四周的性命，还都压在他身上呢。哎，澹台镜，你不要装死啊！你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可怜你。这个景象似曾相识，难道他就是在这里死去，然后化身成魔了吗？澹台镜，澹台镜，醒醒！春桃，春桃！小姐，是你叫我？我叫你，快进来。哦。小姐，是你没醒还是我没醒啊？你说什么胡话？赶紧去烧洗澡水，越快越好，救人要紧。哦，快一点！哦，小姐，你方才怎么跟姑爷抱在一起了？我们不是夫妻吗？那人间的夫妻不是理所应当同床共枕的吗？人间？快看看洗澡水烫不烫？哦，好。小姐，水不烫了。春桃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好的，小姐。这些伤是被叶惜雾打的吗？早知道小魔神弱成这个样子，我怎么也不会赔上四周三界的前途来跟他赌这口气。快缓过劲儿来吧，拜托拜托，你可是魔神，为了四周三界，
你也不能死啊。澹台烬，你真可怜。又是你，每次当我濒死的时候，你都会出现。我一直都在。我知道，你就在我的身体里。你想要它吗？还不是时候，不要着急。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已经迫不及待了吗？是啊，20多年来，这副身躯给了你什么？只有疼痛、饥饿、寒冷、屈辱，还有受困于人。有朝一日，你可以摆脱这副肉身，将灵魂奉献给我，然后你将得到永远的安宁。无所谓，不管是这副身躯，还是什么灵魂，你若想要，随时都可以拿去，我不稀罕。澹台烬，耐心些，你要尝尽人间的苦楚，汲取无尽的怨恨。你背负着命定的诅咒，注定不得善终。当你的痛苦达到巅峰，生命走到尽头时，我会来接受你的献祭。原来500年前人间的月亮这么明亮，可惜自魔神离世，到处都是浊气。我已经好久没看到过月亮了。生为魔胎，身负邪骨。这邪骨究竟生在何处，长什么样子啊？究竟哪一根才是邪骨？没摸出哪块骨头有什么不同啊？你在做什么？你醒了？叶希雾，你又在玩什么花样？你管我玩什么花样？你既然醒了，就赶紧起来穿衣服，别泡在水里面装死。去哪儿啊？去湖面，还没有天亮。哎，你不能去！你给我站住！今日不许去了，以后也不用去了。为什么？你是我的人，天天跪在外面人来人往的，不是丢我的脸吗？那真是抱歉了。我累了，我要睡了，你不要跟我说话了。爹爹，你们送我过来时肯定想不到，你女儿要和魔神睡一个被窝。你站着干什么？快点做，做完我也要睡觉了。做什么？当然是你每天都要做的事情。你不记得了？不妙，千万不能让他发现了。我记得呀，我怎么可能会忘？你等我一下，我有点口渴。
春桃，你快告诉我，我每天晚上和谭台烬都要做的是什么事情？打他呀！啊？自从小姐你嫁给姑爷之后，便心气不顺，所以每晚睡前都要抽姑爷一顿鞭子才肯解气。这是变态吗？啊？鞭子放哪儿了？就放在小姐你褥子底下。要抽多少下？这可说不准，看小姐你心情吧。这么长的鞭子，叶希武，你果然是个变态。李素素，你从前斩妖除邪，眼睛都不眨，抽鞭子有什么下不去手的？这一鞭，你且替500年后的魔神受着。魔神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你到底在干什么啊？如今他还不是魔神，任打任骂，逆来顺受，欺负他，折磨他，就能阻止魔神降临吗？这样只会让你心中更加难受。我累了，今日打不动了，睡觉吧。谭台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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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谭台烬！好的，糟了，冰天雪地里跪了4日，还挨了那么多鞭子，凡人之躯怎么吃得消啊？林素素啊，林素素，这回你可闯大祸了！春桃，春桃，春桃，你睡了吗？春桃，小姐，姑爷的药煮好了，还有别的吩咐吗？没有了，这次真的不会再叫你了。你好，就是。谭台烬，谭台烬，
啊，小魔神已经烧迷糊了，也不知道这人间的草药管不管用。张嘴。怎么还这么烫？小时候我发热，爹爹就是这样给我服冰帕子的。你终于醒了，我就知道这招肯定管用。行了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去睡了。啊，我真是欠你的。这女人出门上香，莫不是撞了邪，被什么上身了？小姐，昨晚折腾了半宿，怎么不多歇息会儿？谭台烬人呢？姑爷除了受罚，平日里会去藏书楼里抄经，今日一早便去了吧？哦，谭台烬，这份救命之恩你赖不掉也躲不了，给我好好记住，有朝一日你得拿命来偿。什么时辰？快到午时了。老太太、老爷、大少爷，他们已经到饭厅了。二小姐好。这些都是叶惜雾朝夕相处的家人们，想留在叶府，得先过了这关才行。这位应该就是申国柱国大将军叶惜雾的爹爹，这位应该是叶家大公子叶惜雾的大哥，至于这几位，应该就是叶惜雾的姨娘们。这位尊荣华贵，应该就是叶家祖母了。祖母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春桃做什么？待会儿连春桃一起罚。糟了，叶惜雾，你这个惹祸精，这是又闯什么祸了？过来。糟了，不会是要挨手板吧？你这是想急死我呀！这么冷的天，你连件挡风的衣裳都不穿，就在外面跑来跑去。你们看看，这穿的都是些什么呀？我可怜的楠楠哦，你身边连个能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，到头来疼你的还得是自家人。哎，来，把这个穿上就不冷了。还好只是虚惊一场。这才像个样子。春桃，到库房再领几张皮子，给你家小姐多做几件冬衣。是。祖母，我也想要一领白狐裘。想要？喏，找你爹要去。爹，我要白狐裘。你要个屁！
叶泽宇，你还好意思？身为叶家长子，不知习武练剑，像你二弟一样戍边守国、建功立业，就知道跟那些狐朋狗友去骑射玩乐。就你这副德行，圣都有几个正经姑娘家会看上你？菜都快凉了，快吃饭吧。楠楠啊，坐到你爹爹旁边去。去吧。是。慢点啊。爹。楠楠啊，赶紧尝一尝。爹知道你心情不好，所以特意吩咐厨房做了你爱吃的菜啊。我听下人们说了，你昨晚又是泡澡又是熬药的，折腾了一宿，肯定费了不少力气。你可要多吃点才行啊！是啊，来，多吃点。哎，多吃点肉，吃这个，千万别往心里去。这便是书上所说的人间亲情。这全都是给你做的，都是你爱吃的菜。快给他加点那个红烧肉啊！这家人对我很好，豆腐汤也鲜，跟你一样好。昨日里听安定侯府的大夫人提起，说楠楠将冰场推落水的事儿，已经在京城里传开了，各处都在议论。哎，议论就议论，还怕他们不成吧？对他的名声不好。胡闹就胡闹了，楠楠都已经嫁出去了。哎，爹，去年二妹未嫁时，你可是说闹便闹，以后嫁了人，想闹都闹不得了。这怎么嫁不嫁，总是二妹有理啊！闭嘴，吃你的饭。叶惜物啊，叶惜物，我算是知道你怎么会是这副德行。我这几日想过了，推大姐落水的事儿终究是我的不对，我今日想去向她赔个罪。母亲啊，楠楠现在长大了，这也太懂事了。我们也算懂事吗？心地善良，又有担当，不愧是我叶家的子孙。真是快把叶惜物宠上天了。不过赔礼道歉，我看就不必了。万一冰常病气还未去，被染上，那就不好了。没关系，祖母。祖母说的对。二妹若是来向我赔罪，倒是看清了我们姐妹的情分了。大姐，二妹快请坐。祖母，是我不好，这几日带着病气，未能向祖母和父亲请安。今日施粥归来洗沐一番，没想到却来得晚了，搅扰了大家吃饭，真是该罚。楠楠，听见了没？你姐姐都说了，不用去赔罪了。冰常，坐到泽宇那边去吧。谢祖母。怪不得大师兄，不，萧岭和谭台烬都喜欢她。这样一个美人，脾气温柔，心眼也好，谁会不喜欢呢？谭台烬人呢？怎么没来吃饭？哎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主子了？你总不能天天只吃饭不干活吧？就是啊，不能不干活呀。怎么？哼！哎，你看啊，我们哥几个辛苦了一下午，那还有一大堆主子们用过的碗筷没刷呢。我看您成日里清闲无事，劳您大驾，去把那些碗筷洗刷干净，再吃饭。怎么样？就是啊，对呀，劳您大驾了啊，姑爷。姑爷请吧。哎，去吧，那就辛苦姑爷了。来，兄弟们，吃饭！哎，来吃饭啊！来，帮我吃。哎，我给我，给你，好，给我。哎，给你。好，给我。
所以谭台烬自从入府，从未和我们一起用过饭，都是在厨房和下人一起。是啊，小姐那么烦他，哪还有胃口吃得进饭啊？不过我听说姑爷平日里也不大能吃饱，下人们都是看人眼色行事的。小姐你平日里怎么做，他们就跟着怎么做。这个魔头，饿他几顿也是活该。可整日里躲得远远的，我怎么盯得住他？厨房在哪？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有些人呐，他就是主子的身份，奴才的本分啊。就是啊，那叫啥来着？贵人见命啊！贵人见命，过得其实还不如咱哥几个呢，是吧？就是啊，咱哥几个哎，吃饭。这个香，哎，真不错。哎，你们说，就他这种人啊，活着有什么意思呀？要我说，不如早点死了算了。叶惜雾平日里就是这样纵容下人们刁难谭台烬的。对啊，死了算了，不如死。去吧。是。哎，哪来的苍蝇啊？大冬天的，这哪来的苍蝇啊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哎，喝水啊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吃个苍蝇，我不吃了，你们吃。哎，你们吃。咱们接着吃，你坐这边。完活了，真晦气。走。哎，二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那个谭台烬。谭台烬做错了什么，让你们催他去死啊？小姐，我方才让姑爷去刷碗来着，那桶里都是哥几个昨天晚上特地从湖里砸出的冰疙瘩。哦，对了，还顺手泼了姑爷一身水。昨晚没冻死他，但是今天让他多洗会儿，保管他连手指头都能冻掉。而且今天也没给他吃饭，只留了一桶泔水。你们平日里就是这么欺负人的吗？人本无贵贱之分，可有人甘愿自轻自贱，一辈子当个奴才，还非要踩在别人头上找那一点乐子。看到别人过得困苦，就这么让你快活吗？小姐，您别当真啊，这不哥几个想替二小姐出气，对您我们肯定是绝无二心的呀。今日你敢对谭台烬这么说，不过是其他无人平议。哪日叶家败落，你们是不是也敢对祖母爹爹对我这么说话？不，小姐不敢，二小姐教训的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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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别吃这个。二小姐，人不吃饭是会死的。这些东西不干净，那些家丁都不知道往里面加了什么，你吃完会生病的。比这个更脏的我都吃过。他们方才那样说你，你连句反驳都不会吗？你一个君王之子任奴仆欺辱，你一点羞耻之心都没有吗？羞耻之心，那种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比起羞耻之心，还是这碗饭来的更重要。叶惜雾，你给我走！没有这口饭，我可能会死；但若有了羞耻之心，我根本就活不到今日。
少废话，跟我走。把这碗饭吃了，然后该干嘛干嘛去，不要整日病恹恹、瘦骨伶仃的，一个不小心就病死了。二小姐这套伎俩已经用过一次了，我若是再上当，便是活该。二小姐，恕不奉陪。坐下。什么伎俩？你把话说明白。二小姐方才问我有没有羞耻之心，这种东西，二小姐你自己怕是也没有吧？好啊，既然你让我说，那我就再说一次。好，你说。半年前，七夕宫宴，你姐姐和萧凛在宫中相会，携手游园。而你呢，你却一心想要拆散他们二人，独占萧凛。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副名为结春蚕的迷药，准备下给冰长小姐与武殿下萧良，想叫他们二人生米煮成熟饭。可不曾想，萧良那日将我拦下。今日宫中宴饮，就连宫女和太监都能开荤，你该不会还饿着肚子吧？啊，也罢，谁让我这个人向来菩萨心肠，这点心就赠予你吧。多谢武殿下。哎呀，真是不巧哈！不知你最近听说没有？近来景圣屡有骄兵，若父王经谁提醒，想起你来，把你杀头祭旗，也不是没有可能吧？哎呦，忘了，你喜欢吃碎一点的啊。够碎吗？够了。可我刚吃下不久，就感觉头晕目眩。这时你突然出现，抱住了我。武殿下的结春蚕不慎被我误食，好巧不巧，叶冰长的那份阴差阳错被你吃掉了。宫中见证之人众多，叶将军只得请旨，为你我赐婚。兹尔柱国大将军嫡女叶氏，景国三王子澹台烬佳偶天作，下旨赐婚，以成其美。后来，你将此事原委告知于我，从此，你就以戏弄、折磨我为乐，愈发的扭曲、恶毒。叶修啊，叶修啊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所以这一次，二小姐又在这饭食当中放了什么呀？我什么也没放。是吗？二小姐劳神费力，只为了让我吃上一口饱饭，不行吗？澹台烬，我告诉你，你想把自己饿死，门儿都没有。给我好好看着。
你这回满意了吧？以后1日3餐你都来这里吃，春堂会给你送饭，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，不许再给我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脏东西。好像真的只是一碗饭。这女人究竟是怎么了？这应该是自打你进叶府以来吃到的第一顿饱饭吧？发现没有，这几日那个女人也太正常了，是不是脑子坏了？也许她想用其他办法折磨我吧，毕竟我人在这边。若是质子死了，叶家也无法脱责。也对，这女人反复无常，这儿确实不能久留。不过离开了这儿，你还能去哪儿呢？哦，对了，我遇上了几只景国过来的乌鸦。景国？真巧，那儿也是我的出生之地。你去过景国王宫吗？那可是天底下最恶心的地方。他们说，他们看见了有巫医在焚烟做法，闻到了病人腐朽的味道，还有焦躁的大臣在朝堂上踱步。大概是景王吧。那个理应被我称作为父亲的人，命不久矣了。可我连叶府都出不去，那些东西也与我无关了。父王，儿臣有要事禀报。灵儿，你来得正好。刚收到急报，澹台无极快死了，他的那个哥哥即将继位，左右留着那个质子也是没什么大用了。儿臣听闻，澹台明朗天生是一副铁石心肠，这个人未必会有顾念手足的天性。杀了质子，恐怕会如他所愿。我的灵儿果然是聪慧啊！如此说来，姑若留着他，便是扎在澹台明朗心头的一根刺。姑稍后便宣澹台烬进宫，姑倒要看看他作何姿态。若他有心，姑不妨助他回去，搅浑景国，再趁乱将他杀了。要是他才薄志浅，姑也就没必要再留着他了。届时找个年岁相当的送去景国，只要澹台明朗信为真，那么真伪有那么重要吗？父王，他和鸟说话？是啊，还有苍蝇和蚊子。那天姑爷路过湖边，岸上趴了一只蛤蟆，他俩还聊了一会儿呢。咱们姑爷可真是个怪人，和一只蛤蟆都能聊那么久，自言自语说什么？湖边的下人人来人往的，都指着他笑呢。你别再调皮了。这都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是跟你说过了，以后盯梢找茬的事儿都不用做了，你就帮我看好澹台烬。一来，他有任何可疑的行动，特别是装神弄鬼那类，立刻报给我；二来，看紧些，千万别让他冻死、饿死、被人欺负死了。姑爷平时连叶府大门都出不去，一举一动都在人眼皮底下，根本没有什么可能搞装神弄鬼的事。哦，跟他聊天的还有麻雀、蝴蝶什么的，反正他除了不和人聊天，所有的动物都能聊上几句。小姐，你说
他是不是真的能和小动物说话？我看你是太累了，你这几日还是先休息一下吧。小姐，我是真的看到他们两个在讲话。或许是整个府里没有人愿意和他讲话。这人啊，若是一年到头不说话，会憋坏的。这么一想，姑爷也怪可怜的。难不成是因为憋久了，心性扭曲才变成了魔神？不行，我得去讨讨他的话。二小姐，你这几日总是跟着我，可是有什么话要说？你猜对了，我这几日闲着无聊，就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已。你说吧。今天天气不错嘛。好凉啊！谭太剑，谭太剑，你平日里到处受欺负，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不想。怎么可能？人受了侮辱，心中必然会生气、生恨。你就没有想过要做点什么？比如杀了我？你想让我杀了你？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就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我是怎么想的不重要。你们羞辱我，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，只是因为你们想而已。我改变不了你们。至于我心中是否有恨、有怨，这都没有意义。我只是景国来的质子，活着已经够累了，没有精力再去想其他。这里是500年前，小魔神的确没做什么坏事，或者说他还没来得及做坏事，反倒是别人总对他做坏事。也许他会成为魔神，真的只是一连串的悲剧。只要有一个人肯拉他一把，在乎他，关心他，他又何至于堕入魔道呢？谭太监，虽然累了点，但你得好好活着。你要是无聊的话，可以找我呀。人要是憋得久了，很容易憋成变态的。像你一样吗？你方才笑那一下就挺好看的。这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，总会有人喜欢你，愿意和你搭话的。没有人会喜欢我，我也不需要被喜欢。小姐，小姐，你看，我把京中的成衣店都逛了一遍，买了几件厚冬衣回来，你给姑爷挑挑。这件也太薄了，这件厚，颜色也好看。这也太大了吧，他根本穿不了。我哪里知道姑爷的尺寸？你替我去找把剪子和针线过来。哦。
小姐，有句话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。那你就别问。你现在为什么对姑爷这么好啊？因为我害怕呀。怕什么？我怕你的姑爷万一哪一天被冻死了，拉上咱们陪葬。我害怕他每日被羞辱虐待，有朝一日把他逼急了，不想再做受气包了，变成穿黑袍子的大老虎啊，把咱们都吃了。大老虎为什么会穿黑袍子？这是给我的衣裳。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，还有钱买起新衣裳了。站住！哟，澹台剑，怎么了？我的衣裳被你割破了。啊？破了？这才叫破嘛！怎么还气上了？哦，是不是我二妹这几日没打你？把你脾气给养起来了，还敢瞪我？我们叶家给你锦衣玉食的日子太安生了，让你学会跟主子耍横了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打你？为什么要打人？不是你拉我干嘛呀？我刚还帮你把那个小白脸的衣裳给刺破了，你看他那得瑟样。叶泽宇。掏钱！爹爹没教过你，划破别人衣裳要再赔钱吗？不是，秀你吃错药了。你给不给？不给我就去告诉爹爹。我给，给你！见色忘义！呸！你别跟那小子一般见识，这口子开得太大了，不好修补了。你这衣服没法再穿了，再买一件吧。这是你送给我的，就是我的东西。好，你留着，我让春桃再给你买件新的就是。小姐，小姐，宫里来旨，让姑爷入宫面圣。小魔神跟宫里还有来往，不行，我得跟去看看，别藏着什么猫腻。我陪你。传澹台进，殿前觐见。参见陛下。叶二小姐，圣上今日只见澹台殿下一人，您若闲来无事，不如去陪太后娘娘聊聊天。不要紧，这宫中我熟得很，我随便走走便好。好。魔神就是从这深宫中养出来的。澹台烬过去究竟经历过什么，又是怎么长大的？
为什么偏偏会选中他成为魔神？去他曾经住过的地方看看，也许能发现什么线索。这位姐姐，叶儿小姐，你可知道澹台烬从前住在哪里啊？澹台烬，这里有一封景国的书信，是宫里寄来的，你想看吗？不想。嗯。想要得到亲人的音信呢，是人之常情。你说不想，反而诈伪了。景国与我远在千里之外，此生再不踏足。景王与我也已遥隔20载，此生再无相见。陌路人，异乡地。我不关心，也不必关心。当真不关心？你可知景王澹台无极就要病死了，你的兄长澹台明朗被封为了储君。原来如此。知道了，多谢陛下。澹台明朗野心勃勃，近来屡动干戈，从未顾及过你这个当弟弟的处境。难道真的不怕孤把你的人头割下来祭旗吗？澹台明朗于我而言，不过是有着兄弟名分的陌生人。他自然不会顾惜我的性命。若陛下拿我祭旗，只怕震碎了他的心意。哦，他如此不容你，难道你就从没有想过要回到景国，取回属于你的一切吗？原来是想玩鹬蚌相争的戏码。陛下，我离国去都10数载。身如飘蓬，景国臣民认的是澹台明朗，景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。况且人各有命，王位、天下，这些都由他人去争吧。我命该如此，能苟全活着，就已经知足了。如此倒是孤多此一举了。你回去吧。此子铁石心肝，故每次见他都倍感不适。难怪澹台老儿对他毫无顾惜。如今他既不愿为孤效力，也是废子了。派人盯着看好他，留着他在始终是个祸害。上次说的那件事要抓紧点办了。是，陛下，奴家已经安排下去了。谨慎点儿，准备个样貌年岁相当的，不要露出破绽。到时候既可敲打一下叶家，还可以扰乱景国。陛下圣明。二小姐到了。澹台殿下在被接去叶家之前，一直是住在这里的。你们要害殿下！你们要害殿下！他们要害殿下！这位嬷嬷，这么冷的天，你为何坐在地上？二小姐，这是迎新嬷嬷。听说澹台殿下便是她抚养长大的，又随澹台殿下从景国来到了这里。你要害殿下！你要害殿下！你要害
是澹台烬吗？谁要害他？我没有害殿下。殿下，请留步。吴总管，哎呀，还一直为贺澹台殿下新婚呢，恭喜恭喜！吴总管，有话，您不妨直说。听闻殿下虽然娶了叶家的西雾小姐，可心上人却是冰长小姐。哎呀，这众所周知啊，冰长小姐与我们六殿下那是情投意合。这叶大将军呢，与六殿下也早就有了翁婿之亲。您现在身在叶府，近水楼台，可否帮咱家留心着？如何留心？哎，当然是留心他们勾连的证据呀。勾连？你想让我帮你陷害萧凛和叶笑？瞧您这话说的，咱家是陛下的近臣，当然要为陛下分忧了。只要您肯帮忙，将来我不仅能保殿下长命百岁，说不定还能助您抱得美人归呢。这圣都之中，大概只有萧凛是真诚待我。我虽不至于去多管他的闲事，但也绝无理由帮这个人去害他。吴总管的忙，我怕是帮不上了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不要忘了月迎新的下场。他为何会变成这样？这冷宫常年无人踏足，我们也不知这迎新是何时封的。只是听说，自从澹台殿下出宫入府，他就一直是这个样子了。我没有害殿下，我没有害殿下，不是我害殿下，我没有害殿下。你可别忘了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别忘了他的命握在我的手中，是死是活，是我说了算。你别以为你现在在叶家，做个低眉顺眼的不能上桌的女婿就能平安度日了。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就杀了迎新。不过，我可不会让他死得那么痛快。我本以为你不过是萧良的一条走狗，却没想到是条话多的狗。澹台烬，你……殿下在传唤你呢，这就回去。澹台质子，方才咱家所说的……方才吴总管不过是在与我叙旧罢了。哼，看来是有所长进呢。好，你听着，若你胆敢将我方才所说的泄露出去，我就要你生不如死。奸生的贱主！这吴总管话太多了。这个澹台烬真是不识好歹！干爹，您千万别气坏了身子。您让我去背着的那个人已经找到了。对付景国那帮人肯定能以假乱真。不行，刚刚说给他的秘密太多了，这人不能为我所用，就绝不能再留了。今晚就把澹台烬杀了，他不听话，就给咱家换一个听话的过去。干爹，干爹，干爹！死了！死人了！死人了！灵儿，你说今日有要事要跟姑商议，究竟什么事啊？回禀父王，近日有多名百姓在睡梦中无故失踪，儿臣怀疑有妖物进了圣都。儿臣接到禀报，便立即命陈贤带乾隆卫追查失踪的百姓。京城内外也布置了日夜巡查，提防妖物。父王在宫中也需小心，以防妖物祸乱。当年我国送上不照山的那些王孙公子，就属你的天赋最好。
修行进境也快，仅仅3年便大有进益。不过，对付此等妖物，仅凭3年的修为，恐怕不能够十拿9稳吧？儿臣惭愧。无妨，我这里正好有一个人，你能用得上。六殿下，别来无恙。小师叔，这么说，是师父派你来圣都的啊？师兄说过了，我此生的机缘就在圣都，叫我来这儿历练几年再回山。是什么机缘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来了总能派上点用场。近来荒原结界松动，常有妖魔流窜人间作乱。你也知道，我们逍遥宗呢，历来喜欢管这些闲事儿。这可不是闲事，是事关百姓性命的大事。父王既封你做太常博士，你既为官，自然该庇护一方百姓。眼下恰逢妖物作祟，还请小师叔助我尽快平定祸端。风水轮流转呢，我在不照山是你的师叔，来了圣国就只能当你的下官喽。不过圣国官员的俸禄也太寒酸了吧，养我一个都养不活，何况我还拖家带口的。小师叔，你又解毛了。哎呀，还是你了解我呀。小魔神在宫中过得并不好，所以他才会那么悲观无望，邪骨靠吸取怨恨和痛苦聚集力量，谭台烬才会受那么多苦。这便是魔胎的命运吗？楠楠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外面吹风啊？多冷啊！阿爹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太辛苦了。知道心疼爹了？你真是长大了。哦，对了，最近没有什么事，不要出去闲逛了啊。为何？都城内外都不太平，有百姓在睡梦中失踪，似乎是妖物在作祟。今天宫里还发生一件怪事，跟随陛下多年的吴总管出事了。他跟谭台烬聊了2句，回去以后就死了，耳孔流血，死状蹊跷得很，还从耳孔里爬出一只蜂来。风？他和鸟说话？是啊，还有苍蝇和蚊子，他俩还聊了一会儿呢。哎，不跟你说那么多了，也吓得我的宝贝女儿睡不着觉，早点休息吧。嗯。小姐，这世上真的有妖吗？不仅有妖，还有魔。哪怕是离开皇宫，躲到叶府，他们依旧不肯放过我。我得想办法逃出圣国。吴总管，你活得够久了，去吧。以我如今的能力，控制1两飞鸟虫鱼已是极限了。这次勉强可以化险为夷，下次恐怕更加难以自保。如何才算苏醒？小魔神现在没什么能力，如果是他干的，一定是什么法器、符咒之类的万物。凡是想杀人，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。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什么都没有。二小姐有何不满？不行，我还要再炸他一下。宫里的吴总管今日暴毙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说你在出宫门前被他拦住了，他跟你说了什么？
没什么。这么淡定，难道真的没鬼？从今日起，你每日睡前我要搜身。我提醒你啊，不要暗地里装神弄鬼。二小姐现在的兴趣，真是越来越有趣了。你少管我，谁知道你会不会憋着坏水，教唆那些蜂啊虫啊给你当替死鬼？我可不想像吴总管那样不明不白的死了。他究竟是如何察觉的？如此说来，搜身也不甚保险。不如我全都脱了，好让二小姐安心啊。你脱，我又不吃亏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什么没见过？你脱啊！不脱了，要不我脱？他怎么变聪明了许多？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不甘、怨恨、恐惧、悔恨，就是你了！救命！果然，这世上没有哪里比这深宫拥有更多噩梦的。有了这些噩梦的滋养，我就能培育出更多的胭脂花了。红线过岭，看来你还真是个苦命的人。不如就跟我离开这儿吧。似乎还有一丝特别的气息，就在这宫墙之外。反正天还没亮，不如过去看看。就在这里，果然不虚此行。这气息好特别。本来就是我的，大家别走！小美人儿，你分明是人，身上却有妖的东西，真的很有意思。看来今晚收获颇丰啊！你也跟我回去吧。有了这些苦命之人的滋养，胭脂花很快就会漫山遍野。只要这林中开满胭脂花，我就可以化妖成魔了。京中闹妖怪，吴总管横死，究竟与小魔神有没有关系啊？
看什么看啊？一个都不许剩，全给我吃光！叶惜雾，你还真是一会儿一个主意。是啊，我最近特别喜欢看别人吃饭。怎么了？到了月底，你要是长不了3斤肉，就等着挨揍吧你！他真是变态的越来越莫测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大小姐失踪了。什么？说是昨晚还好好的，谁知今早就不见了踪影。恐怕是老爷昨晚说的那个妖怪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你别急，慢慢说。将军请了太常博士来府里驱邪捉妖，说是6殿下也来了。我去看看。对萧岭的兴趣倒是没变，也好，这样吴总管的事就不会有人在意了。刘管家，带佳慧下去好好休息吧。是。大哥，这是谁啊？这是新上任的太常博士庞一之。听说呀，是逍遥宗掌门的嫡传弟子，也是6殿下的同门师叔，最擅长尸魔捉妖了。那你知不知道他师从何人啊？听说是不照山的什么清虚真人。没听说过呀，怕是赵幽伯伯的太师傅之类的吧？什么妖魔都逃不过他的探查，可一眼定乾坤。他若出手，妖魔必死无疑。糟了，此人是逍遥宗高徒，若被他识破澹台烬身怀邪火，把他处死了，岂不乱套？怎么办啊？庞博士有何赐教啊？萧师叔，他怎么了？庞博士，这位公子，面相不错，将来要大富大贵呀！来日苟富贵，勿相忘，勿相忘啊！那就借庞博士吉言了。哎，500年前的逍遥宗弟子考核是不是太宽松了些？庞博士，转了这么久了，有没有什么发现呢？回将军，眼下虽没看出什么头绪，但好在府内的诸位应当没有什么大碍，请将军允许在下于府上布阵施法，寻找那妖物的踪迹，寻回大小姐。好，那就拜托庞博士了。你是说，那个修为不错的大妖，把人带到了南郊的半枕山中，还把这些人用来种花？对，叶冰茶和银心也都被那个大妖带走了。不过看起来那个妖物暂时还不着急取这些人的性命，不如将这些线索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去就好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去看看叶惜雾他们在做什么。叶惜雾最近异常敏锐，他已经怀疑上我能控制鸟兽了。现在告诉他这些，无异于主动认罪罢了，何必惹祸上身呢？锁妖阵，是在这儿。下一步怎么来着？这个棋插哪儿啊？白棋属金。这儿插过了，那儿也不对。不对呀，不是这儿。这半吊子的阵法能行吗？算了，求人不如求己。还好之前被爹爹逼着画过几年的符，如今没有法力，刚好可以解燃眉之急。庞博士，借你几张符纸用用，反正为了大家好，相信你不会介意的。
人间的苦楚，果然就是野之花最好的肥料。不枉我千里迢迢从荒渊来到这里。这2个人不是我昨晚才带回来的吗？这么快就开出眼之花了，我果然没有看错。让我来看看你们的经历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原来是景国的婢女，跟随质子来到了宋国。放开我，殿下！放开我！这是谁？居然有命运如此坎坷之人，人生中未曾有过一丝温暖和光亮。若用它种出眼之花，必是世上最鲜美的极品，一定可以让我化身成魔。这个锁妖阵，岂不就是守株待兔？若是兔子不来，再等1万年也抓不到。去。二小姐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被刚才这只鸟吓了一跳。我觉得，你要是不告诉他们妖怪在哪儿，他们等到天亮也等不到。没想到，叶惜雾这个女人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却怕鸟。你离她远一些吧。好吧，这个女人平日里凶神恶煞，居然还怕我。夜晚真是最好的时刻，我闻到了，就在那里，就是它，从未有过的香甜，一定能种出这世间最美的眼之花。居然有逍遥宗的人在这里，要小心了。那是什么？太上之令，镇魂术影，旋帆复位，天地肃清，go！哎，六殿下，这不就抓到了吗？不好，这黑雾是障眼法，是声东击西。那是唐太进的房间。这样便认不出来了。得想个办法把这纸条塞给萧凌。英雄，且让他去闯了。我不能再引起叶惜雾的怀疑了。就是我一直要找的人，你一定可以为我种出最美的眼之花。风铃
命开弓，紫翼玄雷，立！不自量力！唐太进，你抓紧我！叶希雾，你傻了吗？跑来找死！我不能让你死！好一对痴情眷侣，那就一起吧。二小姐，完了完了，叶将军最宝贝这个女儿了，他一定会把我脑袋给拧下来。六殿下，二小姐可千万不能出事啊！二小姐被妖怪卷走了呀！叶冰常在南郊半枕山，我要去救他。这鬼画符不会是什么陷阱吧？如今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。敲上乾隆位，咱们走。好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苏苏，那魔神来得如洪水猛兽，你要留下来守好山门。掌门那边由我来帮忙。什么？师兄怎么会在这里？而且我……你听我说，衡阳宗总得有人继承衣钵。衡阳宗？可是现在明明已经是……苏苏，快醒醒！已经是谭台烬已经被梦瑶杀死，魔神觉醒，你就要失败了。苏苏，快醒醒！谭台烬被梦瑶杀了。苏苏，快醒醒！谭台烬被梦瑶杀了。爹爹，师妹，快醒醒！师妹，魔神谭台烬，梦瑶。师妹，快醒醒啊！师妹，快醒醒！师妹。这是哪里？妖怪老巢？刚才的梦又是怎么回事？谭台烬，太好了，你没死！你愣着干什么？快帮我下来啊！胭脂花，原来如此。胭脂花是什么？我在书中读到过，梦妖把人带回巢穴，以人心中可怕或者丑恶的记忆为种子，生出藤蔓将他们绑缚住。再让他们不断陷入噩梦，结出胭脂花供他吸食。就像豢养家畜一般。叶希雾，你读书？你看到我姐姐了吗？她应该也在这儿。在那边。走吧。在这儿。迎新，他怎么也在这儿？你怎么认识他？我之前进宫见到过他。你在查我？我没有啊，我就是刚好路过一个偏僻的冷宫，还见到了一个疯婆子。
我查你怎么了？谁让你成天鬼鬼祟祟的？你看到那妖孽了吗？夜色未尽，应该继续去捕猎了。这厮抓了这么多人，还有自己的结界，是个道行颇深的大妖，难怪庞一之他们抓不住他。睡梦越深，藤蔓会缠得越紧。澹台烬，你怎么没被绑住啊？因为我从来不做梦。先救人。小心！这里是蚁月族，可刚刚还在树林。这不是现实。澹台烬，迎新向公主请安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来告诉我。可我是夷月族的公主，为了夷月族，我不得不去。走吧。公主，迎新和兰只为公主而生。公主去哪里，我们就陪您去哪里。看来这里是迎新的梦境。那这夷月族的公主就是澹台烬的母亲。月软软，柔婉淑德，今册封柔妃，行凤迎，合景之礼，举国同庆。公主陛下良缘永缔，千秋万代。公主月软软，柔婉淑德，今册封柔妃，行凤迎，合景之礼，举国同庆。公主陛下良缘永缔，千秋万代。一生遥望，成为黑暗里幸福的光。一滴泪，一座灰，一年来回，一生关，一幕长。恭喜陛下，柔妃娘娘有喜了。姑姑，你会缝吗？当然，这可是我们孩子的衣服，姑当然要亲手为他缝制。是个备受期待的孩子了。他们如此恩爱，景王怎么舍得让他去圣国当质子呢？陛下，柔妃娘娘已经难产3日了，太医院用尽了办法，眼下怕是母子只能跑其一呀，还请陛下决断。这有何可决断的？
当然是保柔妃啊！姑只要她活着，别的什么都可以不管。快去啊！公主，撑住！陛下有旨，一切以柔妃娘娘的性命为重。公主，蓝海，你要保住这个孩子，不能因为我把他扼杀。他一定会是个善良无邪的孩子。求求你！公主，来人！公主，来人！他就不该降生在这世上，是他害死了柔妃，害死了姑最心爱的人。求陛下开恩！陛下，小殿下自出生到现在一口奶都没有喝过，您把他打入冷宫，他是坚持不下去的。陛下，求陛下开恩！求陛下开恩！他不是姑的儿子，他是怪物。陛下，小殿下可是公主唯一的血脉。陛下，如果小殿下没了，公主可就是真的走了呀！陛下，请陛下开恩！若你执意要保下他，那你就带着他，在宫中自生自灭吧。谢陛下，谢陛下，谢陛下！快走！陛下，这些是礼部为小殿下取名挑的吉字，还请陛下定夺。天下间孩子的名字，皆是父母的计划。澹台烬的名字，却是个诅咒。为什么会有醒着的人？小心！澹台烬，澹台烬！我才离开这么一会儿，你俩就挣脱了，可真了不起。原本我还在疑惑，为何你会没有梦魇？原来你是没有情思啊！没有什么？你天生没有情思，所以感受不到奇迹，不会高兴，不会难过，亦不会感到畏惧。无情无爱的人又何来梦魇？岂不白白浪费了你这一身悲惨的回忆？不过，方才我总算是找到了你的弱点。这世上，终归有你在意的东西，哪怕只有这么一点点，但也已经足够了。尽情享受你的梦魇吧！
这是什么地方？啊！孩子怎么能在这儿呢？会被冻死的！快找，快找，找！看来我跟澹台烬进入了不同的空间里。不行，必须尽快找到小魔神。灵剑洞罩，梦幻泡影，破！没有重雨，我的力量果然不足以破除结界。看来，只能等迎新的记忆结束才能出去。殿下，希望小魔神不要有事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不要！怎么办，兰兰姐姐？没有气息了！不许胡说！殿下，殿下。他为什么吸了血就会醒？他是个怪物。他怎么出生就有牙？以后这种话不准再说了，更不能让其他人知晓。不愧是小魔神。不过神魔大战已经过去了万年，为何他偏偏会降生在此时此地？来，小殿下不闹啊，不闹，好吃的来了。哎呀，不闹啊！虽然日子过得苦，好歹还有人倾其所有在照顾他。只是这样的生活，他们还能坚持多久呢？哼，拿去吧。能吃的，你看，别哭了啊，好了啊，别哭了。跪下，跪下！今天我就让他给大家当小狗，好不好？叫啊，叫啊！快点啊！快叫！叫啊！叫啊你！快叫！哇！这群小兔崽子！快点！回来！你不能向那群奴才下跪，更不能学狗叫，明白吗？他们说只要学狗叫，就不打我了，还给我吃的。你不知道什么是自尊吗？你天生没有羞耻心吗？你一个君王之子任奴仆欺辱，你一点羞耻之心都没有吗？羞耻之心，那种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，还是这碗饭来的更重要。他们这样欺辱你，你不难过吗？什么是羞耻之心？什么是难过？他们在耍你啊！不是要给我吃的？不是的。原来如此，那我可以杀了他们吗？
这就是天生的魔神吗？我受不了了，小殿下他根本不正常，他是个怪物。瞎说什么呢？他才6岁，他还是个孩子。你觉得他怪，那也是因为他长期在冷宫中生活，备受欺凌的缘故，明白吗？可是我们的钱财首饰都快用完了，再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啊。这样，过几天有宫女外放日，我想办法出去，到一月族去求援。那我呢？宁信，要劳烦你独自照顾殿下一阵子了。殿下继承了公主与鸟兽沟通的本领，她是一月族的希望，我们必须救她。你放心，姐姐会快去快回，一定尽快把你和殿下接到一月族。相信我。疼吗？多谢殿下关怀，迎仙习惯了。澹台烬何在？速来接旨。一定是兰安来救我们了。殿下在这儿。陛下有旨，命澹台烬即刻出发，至于圣。什么是至于圣？你还问？我们和圣国打仗打败了，为了议和，陛下命澹台烬去圣国做质子，今日就出发，明白了吗？你们2个去帮他们收拾收拾。是。秦兰安，你这个骗子，自己逃出去就不管我的死活，骗子！骗子！骗子！这里已经是圣国了。哎，吴总管，你叫月迎心，是景国质子带来的婢女，是给质子送点心。咱家又不会吃了你，送进去吧。是。这个老乌龟，真的好恶心。殿下，把这贱婢也给我按住！干嘛？放开我！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他们说你是个怪胎，不会流泪。我才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什么不会流泪的，哭一个给我看看，我就放了你。我的确不会。殿下，怎么样，疼吗？质子殿下还没哭呢，你不要停啊！给我把他另一只胳膊也卸下来。好，住手！叩见六殿下。都起来吧。五哥，澹台殿下离国去都，到我圣国做客，是为了2国邦交。更是为了老百姓们不为战乱所苦，我们当以礼相待，怎可如此肆意欺凌？真是扫兴！走。殿下，殿下，多谢六殿下搭救。无妨，是我五哥无礼在先，澹台殿下脸色不佳。不如先回去歇歇，我替你向夫子解释。来，谢六殿下。
那个六殿下为何会让他的哥哥停手，还能让那些纨绔子弟都害怕他？奴婢听闻，六殿下的母后既是元后，又宠冠后宫，宫中之人看眼色行事，自然对她有所顾忌。母亲？那若他没了母亲，是不是就与我一样了？其实，奴婢说的也不全对。虽然母亲身份贵重又受宠，但六殿下温文有礼，聪颖仁惠，谁又会不喜欢她呢？是吗？如果我与他一样，别人是不是就会喜欢我，不再找我麻烦了？哎，哈！四周地理志，殿下看这个做什么呀？听闻萧凌启程去了不照山，要在那里修行3年。我不知那是什么地方，想在书中找找看。哎呦呦，哎呦，有的人连宫墙都出不去，还在这痴心妄想什么方外仙山，学法术想飞出去啊？五殿下，我去！殿下，没事吧，殿下？五殿下，为何动手打人？为何啊？因为你笑得恶心。我告诉你，我忍你这怪胎很久了。如今萧凛不在，我看宫中谁敢保你？给我揍他！殿下，别打了，别打，别打了！殿下。我原本以为这些年他们不再找我麻烦，是因为我处处效仿萧凌，已经学会了拦人走前说的寻常，却不知他们只是在忌惮萧凌罢了。六殿下，恭喜六殿下学成归来，乔迁新居，双喜临门呐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澹台殿下，3年没有见，多谢你今日能来。恭喜殿下！快看快看，叶府大小姐来了！这位姑娘是柱国将军的千金。叶姑娘。殿下。天气渐冷，小心莫着凉。多谢殿下。澹台殿下有何贵干？叶姑娘，天气渐冷，切莫着了凉。殿下，我不冷，斗篷请殿下自己收好吧。
谭台烬难道是因为模仿萧凛才喜欢上叶冰裳的？迎新，是我的斗篷太旧了吗？哟，谭台烬呀，你又在这里恶心谁呢？啊？吴殿下，这公道上人来人往的，你若是想在这里打我，恐怕……你还不知道吧？如今盛景两国交战之际，我打你个井狗，谁能管我？揍他！殿下，去你的吧！这样3天2头被打被欺负，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迎新，被人喜欢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你不回答，是因为你也不喜欢我，对吗？殿下恕罪，奴婢绝无此意。小的时候，我看不懂别人脸上的表情代表什么样的情绪。可是现在，我算是也能明白一些了。其实你一直都很讨厌我，是因为我，你才被困在这个暗无天日的深宫当中。迎新啊，我不怪你。我也讨厌我自己，我知道世人皆不喜欢我。按照常理来说，我心里应该觉得难过才对。若是萧凛的话，一定会自责到连饭都吃不下。后来，我开始模仿萧凛，模仿她的一切，希望慢慢的。我可以成为他，成为像萧凛那般受人喜爱之人。可是迎新，我还是什么都感觉不到。我学萧凛笑是假的，学萧凛宽厚待人也是假的，甚至关心别人也是假的。假的东西，活该被人嫌弃，被人厌恶，被人唾弃。罢了，我这样的人能活着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何必还奢求什么喜爱呢？身负邪骨，无情无爱，的确非他所愿，非他之过。可一朝成为魔神，手中的累累血债，也的确是他所为。奉命给嬷嬷带一封景国的口信。景国？至此不日便要成亲，离开圣王宫。可他一旦离宫，就有可能会回到景国。一旦回到景国，怕如河复得水，再也无法收拾了。所以，明朗殿下说，至此最好永远也走不出这宫门。澹台明朗是小魔神的大哥。澹台明朗要我杀了他？那我有什么好处？胡马依北风，月鸟朝南枝。明朗殿下体恤嬷嬷年岁渐长，只要你肯帮我们这个忙，我们就会想办法助你离开圣王宫，返回家乡。当真？嬷嬷已经因为澹台烬舍弃了青春年华，毁了大半辈子，难道真的甘心就跟着这个怪物，直至客死他乡吗？迎新，不要被蛊惑。澹台烬是你看着长大的，他虽然古怪，可他不曾伤害过你，你真的忍心吗？哎呀，他在圣国没有家人，没有朋友，你是他唯一愿意相信的人了，你不能背叛他。迎新，迎新。好，我答应你们。如此，小人便先告退了。
连你都背叛他。倘若澹台烬从小到大，哪怕有一个人真心爱他、守着他、帮他悬崖勒马，也许他不至于会绝望吞没。终于结束了。哦，总算找到了。妖物的巢穴有结界屏障，冰场多半就在这里。说不定澹台烬和叶儿小姐也被这妖孽所困，得快些救他们出来，去将此地的边界探查清楚，派人把守道路。是，走，快！现在必须想办法把妖物诱出。嗨，我来。妖孽，你老巢都被我们找到了，别藏了，小心我一把火烧了你这林子！哼，又有送上门的。不知道后来迎新是怎么封的。澹台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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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醒醒！澹台烬，你不是不会做梦吗？可你长出眼之花了，澹台烬，澹台烬，澹台烬，你醒醒！澹台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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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醒醒！听说进儿在这届逍遥宗的外门弟子中道行出众，资质更是出类拔萃呀。学着玩也就罢了，怎么你还真想让进儿去修仙啊？让阿娘看看，出宫这些日子，还真是瘦了一大圈儿。母亲，来，有件事要让吾儿知晓，在你修行期间，为父给你定了一门亲事。谢父王。新娘乃圣国大将军叶孝之女，盛景两国常有局域，此番结秦晋之好，以后两国也能少些刀兵啊。全凭父王、母妃做主。进儿，此番去逍遥宗修行，可有结识什么青年俊彦？圣国六王子萧凛，与孩儿相善。巧了，这次送亲来我景国的正是萧凛，你可与他好好亲近亲近。是。恭喜殿下。阿娘本不想给你草草定下这份婚事。恭喜殿下。不过，如今你被立为储君，婚事关乎国本。恭喜殿下。叶家大小姐知书达理，还是个大美人。我想，静儿你会喜欢的。
叶惜雾，怎么是你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是谁？弑母的孽畜！没有，父亲，我没有害死母亲。兰，别走，你就是个怪物。 别走！方才那黄粱一梦中，父慈子孝、众星捧月的滋味如何呀？小李，你救救我！可那都是假的。离开了虚妄梦境，没有人在乎你，更没有人会爱你。一直以来。 你都在效仿我，希望可以跟我一样，得到他人的认可。但方才在梦中，你也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：父母的疼爱，唾手可及的王位，真是令我都羡慕的人生。但你真的能感受到快乐吗？ 什么都没有。若没有你，你的母亲不会死，你的父亲也不会痛失所爱，兰安不会在深宫中蹉跎岁月，迎新也不会受尽侮辱。他们都是你最亲的人，可他们都恨你。 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害他，没有。你看，喜怒哀乐、七情六欲，与你皆如无物。你只懂得保全自己，根本不懂，甚至不在乎他人的痛苦。我懂，我都懂，我只是感受不到。澹台烬。 你真是让人觉得悲哀。你活着，感受不到这人间的一丝美好，甚至连这世间的痛苦都感受不到。你存在的唯一意义，就是给他人带来灾祸。不是，让他人厌弃、憎恶。你活着，到底是因为什么呢？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但至少。 你的母亲不曾怨恨过你，她至死都爱着你。如果你能见到她，听到她亲口对你说她很爱你，你就能从这种命运中解脱出来。你想见到她吗？ 在等什么？你
要尝尽人间的苦楚，汲取无尽的怨恨。你背负着命定的诅咒，注定不得善终。当你的痛苦达到巅峰，生命走到尽头时，我会来接受你的献祭。我不想再等了。不想再等了。谭太监，你不能死！我的妖力怎么变弱？妖力啊！小师叔，快点！不管了，就这个！成了！跑哪儿去了？是你毁了藤蔓。我早该吞吃了你，让你魂飞魄散。
澹台烬，何不尝尝这妖怪的味道？你在说什么？你的血可以克制世间的妖魔，你的身体可以承载他们的妖力。只要他们不能杀了你，他们的力量就能为你所用。感受到了吧？这力量可是你自身的渴望，岂不比七情六欲有意思的多？你别想再戏耍我！震肠侧而欲宇内，直敲扑而鞭笞天下，这就是力量的滋味。我向你保证，一旦成果，你就不会想再失去。澹台烬，澹台烬，殿下，叶大小姐在这边。秉承，秉承，那妖物呢？莫不是被我方才的符咒打中，灰飞烟灭了？新主人，秉承。秉承，不要！澹台烬，我知识又回来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你终于醒了，担心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会死呢。澹台烬呢？他死了没有？姑爷被安排在了东厢房，还未醒来，但他应该没有性命之忧。程堂，我们是怎么回来的？我不记得了。是6殿下把你们送回来的。太医说你们是因为太过虚弱了才会昏迷。老太太和老爷守了你1晚上，刚刚才回去歇息。那我姐姐呢？她没事吧？大小姐已经没事了，6殿下正守着她呢。
看来梦魇中的伤还是真的，还好拦住了那一刀。澹台烬不能死，可这样苦的人生，谁能承受得住？倘若我能拉他一把，会不会他就能正常活着，不变成魔神？李素素，你竟然开始同情他了。他坏事做尽，毁了衡阳宗，杀了那么多人，3界4周生灵涂炭，这血债他必须背着。如今就算困顿苦楚，也是他的命。可如今是500年前，他没杀过人，也没本事做坏事，被百般欺凌，是无端而受过。爹爹自小教导我，立身正直，慎独慎行。我如今知道了这一切，若因此窃喜，便是不分是非。二小姐，还是歇会儿再去看他吧。就算着急要进6殿下，你去看澹台烬。哦。只要他们不能杀了你，他们的力量就能为你所用。力量。既然那些妖物能给我力量，不如换个活法。小魔神在梦魇里就差点自我了断，难道现在醒过来还是不想活？澹台烬，你干嘛呢？刚好，就拿你来测试下我的力量吧。二小姐，你觉得我在做什么？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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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姑爷把小姐杀了。澹台烬。
二小姐，你觉得我在做什么呀？你总不至于是在做针线活吧？剪刀借我用一下，我剪下指甲。小姐，奴婢前些天才刚帮您修过手啊。你剪得不好看。叶希雾，是你在梦中夺走了我的匕首，不然呢？你以为是谁？小姐，太医说了，你这差点伤到筋，须得好生养着，别再乱修指甲了。哦。我该怎么劝他呢？谭台烬，你可不能死。哎呀，算了，从现在起还是想办法看紧他，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。谭台烬，听说我姐姐也醒了，你要不要去看看她？不去。去花园散散心，心情也会好一些的嘛。哎呀，走啦！哎，走啦！没事儿的。我看这叶大小姐啊，是藤萝系甲之命，有你这颗乔木碧印，她便会福大命大，转危为安。哎，你既如此在意她，你为何不早些向陛下讨个恩典？我迟迟未给冰长承诺，的确心存顾虑。他人眼中，我是天之骄子，坐享其成便可。但一切，并没这么简单。唉，你是担心以你六殿下的身份，若是与手握兵权的叶家联姻，只怕会招来诸多猜忌。小事说透彻。哎，不过这事儿确实棘手。可是你已经决定了，不是吗？六殿下，六殿下，小姐醒了。殿下，我被那妖孽抓走之时，我真的害怕，以后再也见不着殿下了。卞长，自从当年宴席上初见殿下，我便有一句话一直藏在心里，我真后悔没有早点说出来。你想说什么？得成比目何辞死，愿做鸳鸯不羡仙。别哭，我一心愿与你。殿下身份尊贵，冰长只是一介庶女，冰长的心给了殿下，这辈子再也不会给别人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对这份情谊负责，给你一个交代的。你我两心相许，一个堂堂正正的名分，是你应得的。卞长，好好养病，等我来接你。好，那我便等着殿下。
他见了喜欢的人，说不定会高兴些。不好，六殿下怎么也在？情敌见面，岂不会分外眼红？还是带小魔神先走吧。澹台殿下，二小姐，你们醒了，身体如何？还行，还行。已无大碍。多谢六殿下和乾隆卫送我们回来，告辞。二小姐，啊，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跟你讲，可否请澹台殿下行个方便？啊，好啊。哎，你别走太远啊！六殿下有话请讲。梦妖一事，反促我看清了对冰长的心意。今日回宫后，我会正式向父王禀明，请他赐婚。蒙二小姐错爱，希望你以后能认清现实，别再纠缠你了。其实我，哎，算了，太复杂了。总之，请六殿下放心，从此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走一边，清清白白。希望二小姐说到做到。知道了。这个叶希雾，还真的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不再执着于萧凌，甚至还特别在意我的生死。还有一事，是关于澹台殿下的。澹台烬，他怎么了？澹台殿下这次可以全身而退，实在是大幸。若他出事，小至叶家，大至天下，恐有大祸。六殿下为何这么说？看来二小姐对朝堂之事鲜少关心。澹台竟是景国的质子，他姓澹台，命官国体。若他出事，正可给了景国发兵攻胜的好借口。大圣今年将星凋零，绝不是开战的好时机。且不说届时陛下会不会追究叶家看护不严的罪责，一旦打起仗来，叶家男丁都要上战场。这是你叶家一家之祸，一旦兵险荡野，十室九空，更是苍生大难。我会看好他的。原来是这样。澹台殿下离国去都，到我圣国做客，是为了两国邦交，更是为了百姓们不为战乱所苦，理当以礼相待，怎可如此肆意欺凌？原来，萧凌从一开始关照我，是怕会殃及他的国。叶希雾怕我出事，是怕我祸及家门。我在他们心中，不过是个只会带去灾祸的瘟神。二小姐的留心，就只是看好他吗？六殿下，我不想骗你，但我也无法向你解释很多。说实话，我比这世上任何人都恨澹台烬，做梦都想杀了他。我甚至希望他从没在这世界上存在过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死的。只是想让我真心对他好，不可能。叶希雾，你终于说实话了。你
对我的惺惺作态，也不过是因为有所图罢了。原来你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。我竟然还以为这世上会有人对我好。父王，我与叶大将军的长女两情相悦，请父王成全儿臣的心愿，让我娶她为妻。你当真喜欢她？此生不渝。灵儿，话不要说得太满。你到底喜欢她什么？是她的容颜，还是她的内心？容颜有一天终究会老去，人心也会有变化。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让爱慕能够持久的。父王，我也不知我为何会喜欢滨长。我从小到大，一言一行都讲规矩，讲道理。唯独喜欢他这件事，我是随心所欲，毫无理由的。真没想到啊！这世上居然能够有让我的灵儿方寸大乱的女子。好吧，这件事情让姑想想。多谢父王。小姐，有新消息了，小姐。怎么了？宫里传旨，让老太太进宫面圣。大小姐，这会不会和婚事有关啊？六殿下回去以后，一定是求了皇上赐婚。可是老太太偏心二小姐，若是在陛下面前说些什么，佳慧，别这么说。二妹已经嫁人了，覆水难收。祖母就算再偏心，也没有理由阻挠我的婚事啊。小姐，您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你想啊，从小到大，无论是衣裳首饰，还是吃喝赏玩，这二小姐有的，您不一定有。可若是连二小姐都没有的，您得到过吗？小姐，维尔柱国大将军叶校长女，足貌轩冕，柔婉表致，志怀殊慎，训章礼则。是用命而为宣城王侧妃，王亲哉。臣领旨谢恩。叶大将军、大长公主，快快请起。内侍官，不知这旨意中所说的宣城王是？啊，今日陛下颁了2道旨意，另外一道就是封六殿下为宣城王，这不是喜事成双吗？原来如此。娘，你看咱们家冰长啊，就是有福气，陛下都惦记着他。您辛苦了，来，里面喝茶，请。这叶冰长的确是温良贤淑，唉，难怪灵儿会这么喜欢。这不是好事吗？陛下为何叹气啊？哼，好事。叶校在军中的声望甚高，
他那个束手加官的次子叶青羽，也是不容小觑。姑又如何能不担心呢？灵儿难得求姑一次，倘若这叶氏做了正妃，将来恐怕就是我大圣国的王后。她不愿辜负家人，姑却得为大圣考虑啊，这便是为君的难处。叶冰茶，我告诉你，你再怎么折腾，也不过是个婢妾生的丫头。但凡我和祖母说一声，你以后也只配做个婢妾。小姐，从小到大，二小姐有的，您不一定有。可若是连二小姐都没有的，您得到过吗？小姐，您别难过了。佳慧，我真的不明白，我这么多年苦读诗书，勤于女工，一言一行一举一动，都小心的不能再小心，恭顺的不能再恭顺。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是今天这般结局？小姐，您什么都没有做错，只怪这嫡庶之别，可真是害死人了。我不明白为何明明都是叶家的女儿，却要这么对我。所以，我一定要当萧凛的正妻，一定。殿下，请容奴婢通传一声，殿下您不能。殿下，您怎么？冰常，我明明跟父王说娶你为妻，我却没想到。殿下，冰常有自知之明，其实能够嫁给殿下，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冰常，你实在不必对我强颜欢笑。你可以告诉我，没能做我的正妃，你很失望。冰常，你虽从不曾对我哭诉抱怨，我却一直都知道，你从小在叶府多受冷落，委屈全藏在心里。如今得到这样的旨意，你定然心里难过。那殿下不觉得这样的我心怀妄念，贪欲太重？有贪念又如何？这世间的爱欲，难道不是贪欲的一种吗？世上哪个女子不想嫁给自己所爱之人为妻？何况你并未伤害过他人。我是要做你的夫婿，而非一个剩女的夫婿。这些难过失望，皆是你真情流露，我珍惜还来不及，怎会因此怪你？殿下，冰常，其实冰常并不值得你如此。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、最美丽的女子。我的正妻之位永远都是留给你的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不亚于迎娶正妃的婚礼。从今往后，无论甘苦，我与你一起承担。大婚。古来任仇不共天，该到清算之日。
驸马都尉高洁，晋陵侯秋月，永兴长公主之子程鹏。柱国大将军到。叶大人您来了。石敬，同喜同喜。让你学会跟老子耍横了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打你？柱国大将军之子叶泽宇。谭台烬，总算找到你了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半天不见人影。我比这世上任何人都恨谭台烬，做梦都想杀了他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柱国大将军之女叶惜雾。今日可真热闹，圣都中的达官贵人都到齐了。还差一个。谁啊？来了。哼，哪儿来的小畜生，敢挡在我面前？去！大人，孩子小不懂事儿，冲撞了贵人，您大人大量，就放过我们吧。好，冲撞的事本殿下就不予追究。给您磕头了。今日是我六弟大喜的日子，竟然有人在他门前大声嚎丧，真是晦气。是我们不对，愣着干嘛呢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呐！武宁王萧良。哎呦，见红了，喜庆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见过武殿下，武宁王到。见过武殿下。免礼，免礼。他就是那个一直欺负谭台烬的武殿下。还是诸位来早了呀？是我来的是多来早。哟，谭台质子也在这里呢。哦，叶二小姐也在呢。自从叶二小姐跟质子成婚之后，叶二小姐更添风情啊。臣女向武宁王殿下问安。免礼，免礼。质子啊，景国以玄色为尊，今天穿的这般体面，是作为新娘的娘家人。看来今天是有意思喽。有意思在何处啊？本王可是见过你对叶冰裳献殷勤的样子，怎么样？自己心爱的女人成为别人的新娘，难受极了吧？萧凛是王子，你也是王子，人家权色兼得，而你过得连条狗都不如。哎呦，想必此时此刻你的心里应该是难受极了吧？小魔神不会发飙吧？武宁王殿下早饭腌菜吃多了吧？嘴这么臭。叶惜雾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武殿下，您方才问我什么感想，我自然是替他们开心啊。哼哼，懦夫，晋国的一条狗，都比你有种。哼！再见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武殿下，
再见。是比以前懂规矩多了哦。走。谭太进，你别和他一般见识，他就是个卑鄙小人。哎，二小姐，你们在这儿啊？庞博士，你拿的什么好东西？啊，这是逍遥宗掌门托我送给六殿下的新婚礼物。护心莲。哎，二小姐，你还知道这个呀？这是蛟龙一族胸口的鳞片，坚固异常，戴在身上可抵御邪祟不侵。这是我们逍遥宗的秘宝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这老头这次怎么这么大方。哎，他，嗯，吉时已至，请宣城王，宣城王侧妃。一拜天地，二谢君安。夫妻对拜。这哪来的乌鸦呀？爱我仁慈，鱼和层露，山无原旨，鱼水之物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明白。嘿，怎么还会说话呀？这只畜生竟然会说话！小心！殿下，拿好护心莲，接护送特妃离开。这里交给我，快！多谢小师叔，走，进城。
你在这偏厅稍等我片刻，我救完外面的客人就回来找你。殿下别走，我害怕。可是外面的人，我不在乎，我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。平常你听我说，外面的人不是来参加我们婚礼的客人，就是我的亲兵和家仆，我不能置他们于不顾啊！他们难道比我重要吗？我是你的新婚妻子啊，你岂能抛下我去救那些旁人？冰常，你相信我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等我。你竟然还会用符咒！叶惜雾，你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没事没事，快我的腿！快走，泽宇，快！泽宇，泽宇，你怎么了？小魔神呢？难道他没逃出去？没事，快走吧。小魔神要是出了什么事，就全完。快呀！太疼啊，走不了了，爹。怎么了？腿怎么了？惜雾，你不能让惜雾进去啊！这便是复仇的滋味吗？似乎也没什么意趣。澹台剑，澹台剑！原来是你。这是护心铃。叶大小姐，收好你的新婚礼物，祝你新婚快乐。完了，最后一张符也没了。便
便是拥有掌握他人生死的力量。我也未曾觉得心中产生波澜，只有那一刻，才感受到了一丝不同。谭太监，叶希雾，我放过了你，你却不放过我吗？我想借天边那轮降落未落的弦乐，学一支银蝶，悬江之风雪，宣布何时一缕忘我的一切，学一场梦，滴泪交换你心愿。要不然我们就这样一万年，把时间迫在说再见之前，有你浅笑的甜，我的泪之眼，做你的欢和我的亏欠。你可知你这的太好了，谭太监，你没死，我也没死，我们都活下来了。叶希雾，你不是恨我吗？为什么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，也要救我？闹出如此大的阵仗，竟然找不出作乱之人。陛下，此事颇有蹊跷。那乌鸦虽为妖物所化，凶狠异常，但全场宾客竟无一人丧命，多是被吓晕和灼伤了脸。哼，这些妖物定是有人在幕后操纵，贼人居心叵测，孤绝不姑息。查，给孤继续查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是。原来，靠吞噬妖物所获得的力量是会消耗殆尽的。若我也能像萧岭那样懂得如何修行，就可以不用仅靠吞噬妖物来维持力量了。不知道那门派……谭太监，谭太监，你哪里受伤没有？我帮你看看。哎呀，我们都是同生共死的交情了，你不要害羞啊。我没有受伤。萧岭剑术那么厉害，都伤了几处，你竟然毫发无损？你是在怀疑我吗？没有，我在夸你吉星高照。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想要活命，就必须要躲起来，不像某些人，不管不顾的，只知道到处乱跑。我还不是为了救你，你这个小没良心的！若不是我跑得快些，你早就被鸟给啄死了。你为什么要回来救我？我心眼好啊，换作是谁落难，我都会救的。当时整个王府落难的人都知道往外跑，你是不是专程为了救我，才跑回来的？
我因为我喜欢你，行了吧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救你一下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你喜欢我？就像话本上说的那样，刚开始相看两厌，后来日久生情也是有的。你救人，是因为喜欢？究竟什么是喜欢？喜欢就是不想让他死，想跟他待在一起，看不到他会着急，看到他了就会高兴呗。对不起，小魔神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。喜欢，比起力量，实在是不值一提的东西。好啊，既然你喜欢我，那不如你就教我画符吧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多待在一起了。你要学画符做什么？因为我也想像你一样，可以保护自己喜欢的人。小魔神，竟然也有想保护的人。好啊。我答应教你画符，你要答应我，好好活着。我可不想再豁出命去救你。好。你来做什么？言出必行，我当然是来履行承诺的啦。教我。我教你什么好呢？你那日在萧灵府上用的那种，可以击退乌鸦的。那不行，那种符太危险了。你一个外行，万一不小心画坏了，把屋子炸了怎么办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就凭你叫澹台烬，我就不会教你能杀人的符咒。那你要教我什么？繁星是太眸间，忽然月上缺。红尘是花三千，大雪零落的眼。侧影是随云是，怀抱一只蝴蝶。不得是浊水里把回忆洗一遍，从此不相见。我见过软语开过的花，也算到说梦话。情丝盘几卷，一岁无涯，会保有无尽的后怕。经历万千时光走马，独行过一瞬悲哀呀。此去了满身崖，雨不杀。